自改贝陀式房车第2期，主要介绍一下这个到底是个什么东西，以及它的优劣势和适用的人群。今天主要想介绍一下就是皮卡贝陀式的房厢贝陀式房车这个东西，它的一些特点和比较适用的一些人群。首先来说是我选择了这款东西然后我也正在进行一款皮卡贝陀房厢的建造，所以有这一期视频。那先说说皮卡贝陀房厢，这是个什么东西呢？这个东西其实很特殊，我搜了一下基本上就是中国特色比较强的这么一个产品。当然海外也有，美国什么也都能搜到，但美国那种属性和咱们这边还不太一样，因为美国对这些东西不管。国外你像油管上搜的这个贝陀式房厢，它基本上图省事儿，对吧？一个现成的皮卡然后驮上。但美国那边绝大多数它都是一个买皮卡底盘或者各种底盘，然后改来改去，反正拆哪个不拆哪个，其实规定的很明白，就是改装后市场比较足。中国这边比较特殊，中国这个皮卡贝陀式房厢它限定的程度很高。你买了皮卡，然后你把这个房厢当做货物驮上去，然后形成一个类似房车的这么一个东西。皮卡在中国绝大多数现在陆陆续续都解禁。而且皮卡它的那个越野能力通过性这一块是其实都比较强的。你想它是一个在乡村拉货的这么一个车型嘛，甚至比同底盘的 SUV 还要强尤其是载重能力这一块。所以皮卡贝陀式拉个房厢它天然是有这个能力的。然后其次呢，就是我觉得皮卡贝陀房厢的这个产生，它和现在主流的房车市场的高溢价是有比较强的一个相关性的。因为我们知道像 B 型、C 型那种大的房车，其实价格都是偏高的，就是整体的价格，当然它底盘肯定还是更贵的。因为房车这个东西对绝大多数人来说都是一个，我知道它是个什么东西，但是都没有亲身去体验过。那动辄刚上来就直接弄一个大房车，对很多人来说它的机会成本是比较高的。所以皮卡贝陀房厢就是我有一个现成的皮卡，然后我再买一个房厢，然后把这个房厢驮上去，能有绝大多数的这个体验感。更重要的是呢，很多买皮卡贝陀房厢的人，他其实不是说图便宜或怎么着的，他是确实你要去一些野的地儿也只能皮卡贝陀房厢了。当然也有那种大的重载的重卡的房车，但是那个就是价格就很高了，几百万的都有。我先去拿一个麦当劳，拿完麦当劳我再说，对吧？一些越野性能皮卡的贝陀房厢、贝陀房车肯定是要比绝大多数的不上路面行驶的房车要好很多。这也是为什么很多选择这个穿越或者说是去一些极寒地区的车队经常会选这个皮卡贝陀房厢。然后这是一点整体的价格性价比、性能这块来说。然后还有一点呢，这个我觉得也是很多人选皮卡贝陀房厢的一个原因它的整体外形是比较硬朗的，比较酷的。你像 B 型房车呢，方方正正的一个大的大腕和大的面包。那皮卡贝陀房厢它就支棱八叉的，你像很多网上的人改的吧，这块一个那个动板，那块弄个锹弄个轮胎的是吧，看着就你甭管它底盘怎么样，你看着就很牛逼。所以可能有一些年轻人，一些对吧，比较爱玩的那种人，还是选择这个外形也是一个比较重要的原因。它的拓展性比其他的我觉得要还是有一些优势的。然后说完
优点再说一下缺点啊，缺点真的也很明显。尽管我是选择了皮卡贝陀式的房厢房车，也是有一些无奈之举。因为呢，皮卡它带一个房厢，它现在在法律层面来说是怎么处理的呢？是通过那个中国道路交通安全法，还有一些道路交通安全条例吧，上面有一些规则，就是皮卡可以载货，然后皮卡载货的话，它对货物高度、整体高度、宽度都有一些要求，比如说高度不超过2.5米，宽度不超过车身的最宽的宽度。所以皮卡贝陀房厢它本质上来说是偏房车使用的，但是它在处理上是认定为皮卡载了一个货，只不过这个货它是可以住人的。那当然这个有一个前提是，尽管法律是允许的，但是这个肯定也不能说是我开着车，对吧？开着车的时候那房厢里面有人，这个是不行的，是因为它就是个货嘛，人货混装这肯定不行的。但是对于一些房车来说，对吧？里面也有座，你开着车人坐在房车里面也是 OK 的。但我觉得选择贝陀式房厢的人也绝对不会说是边开车边窝在那小房厢里面。然后还有一个缺点呢，我觉得也需要去提及一下，就是贝陀房厢它的空间要比其他类型的房车要小很多。因为你想啊，中国现在的皮卡要轻型多用途货车的一个技术规范吧，它就已经明确要求了皮卡的后斗箱不超过1.8米，然后这就限定了皮卡贝陀房厢它最长的长度也就是1.8米。比如说我这次我买皮卡，我就是买的加长箱的皮卡，也就是1.8米的尺寸的皮卡。宽度呢，基本上1.6米吧，这是已经比较宽的了。再加上一些损耗，我觉得1.5米差不多。所以，对吧？你这么一算，它可能就是一个3平米不到的一个区域。你和其他的类型的房车这个根本是没法比的。但对于空间来说，有一个皮卡贝陀房厢一个天生的优势，就是它会有额头床。把床的面积跑走之后呢，其实生活区域我觉得3平米也差不多了。而且像刚才说到的，买这些车的人啊，他不是说成天坐在房车里面的，他主要是出去玩的，然后兼顾一些生活方面的东西。所以很多我看一些博主啊，这种对吧，房车旅行成天窝在房车里的那种，那个肯定不适合买皮卡贝陀房厢的。还有一个缺点就是它本质上是皮卡，除非说有一种极少数车型它是把房厢和皮卡一体化做了公告那它做成了旅居车的公告，就是可以享受这个乘用车的一些，比如说节假日高速免费一些优点吧。那绝大多数皮卡贝陀房车它会面临皮卡的一些限制。当然大的趋势是国家在对皮卡这个车型做解禁，所以我们能看到就是主流城市绝大多数城市对皮卡都是当做这个乘用车来处理，然后它的类型叫轻型多用途货车。除了你像我所在的北京、上海什么这个还有几个大城市吧，还在这方面做限制。比如说在北京我面临的问题就是它在白天它是进不了5环的。但话说回来，像刚才介绍的，其实买这种车的人很少说是有主要在城市去使用的，基本上都是在郊区或者说是一些外面去行驶。所以这个问题我觉得也还好。你要真是在市区里面代步，我就不开这个房车了嘛，我就对吧，我开这个小的电车呢，
又省钱又方便，停车也方便。基本这么说这么多吧，然后其实还有一些原因，我可能会结合之后的视频来介绍这个，后续我也会改，边改我也会更多的介绍一下逻辑吧。这个也是我的一个尝试，然后欢迎关注，谢谢，拜拜。